据说这是个台北乐队，但我听怎么觉得是个河北乐队。自从2016年草东没有派对变身草东没有门票后，大家对于台湾乐队的关注又新增了一项大陆腔。整个中国大陆有那么多口音与方言，大家口中的大陆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腔调？台湾的乐迷和乐评人又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？这又和大陆河北的万能青年旅店有什么关系？万能青年旅店是中国石家庄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，主要由董亚千、史力、基庚和冯江等多名成员组成，其成员流动性较大。乐队成立时叫做 The Nico， 在2002年时更改为现名称。2010年出版首张同名专辑《万能青年旅店》。时隔10年后，在2020年出版第2张专辑《继西南林路行》。2011年，同时也是台湾乐迷再次受到大陆摇滚乐直接冲击的关键年份。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万能青年旅店在台发行首张专辑《万能青年旅店》，受到宝岛乐评人、乐迷一致推崇，至今被封为神作。逃跑计划也在同年底推出首张专辑《世界》，一曲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连路边大伯都能唱上几句。秦皇岛威力未消，我是歌手第1季开播，选秀热潮席卷台湾。2013年6月，宋冬野的董小姐被酒吧歌手左立拿到湖南卫视选秀节目《快乐男声》上翻唱后一炮而红。万能青年旅店直接影响的台湾乐队有草东、老王乐队、显然乐队、傻白等等。这些台湾乐队不但作曲、编曲和制作方式深受影响，甚至连主唱演唱都有河北口音了，这影响力真的是杠杠的。1997年出生的蔡维泽，新竹人，在台北大学读外文系。他是乐队傻子与白痴的主唱与词曲主创人。一首凌晨5点10分在接生网站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歌曲以合成器当底，潮湿氤氲，歌词描绘失眠的人在清晨彷徨，年轻人茫茫不知该去哪。词意是当今常见的厌世路线，唱腔中的卷舌音和儿化语引人再次有了大陆腔的联想。关于大陆腔，蔡维泽确实是有研究的。他上大学后就开始听宋冬野、马迪、姚13、房东的猫等大陆新民谣，最近也持续看了1年的大陆选秀节目，研究他们的唱腔共鸣，那是他身为主唱的嗜好。新疆、内蒙古的少数民族歌手，他们的低频都特别低，比汉族还要扎实非常多。他把左手往胸口摆，暗示胸腔共鸣，接着往上走，他们的用气量都比较大，汉族就相反，大部分的共鸣腔还是脖子以上，用气量也比较小。大陆腔到底是什么？现在20岁上下，曾有意识地走摇滚、民谣等路线的台湾青年，在回望聆听过程中，很少能忽略万能青年旅店与宋冬野的影响。乐评人经常将他们视为大陆腔现象的开头。然而，真实的大陆腔有非常多种，各省、各城、各族都有自己的方言，说普通话时的口音也大相径庭。如果你问台湾乐迷什么是大陆腔，大概会得到以下2种答案：腔调浓 ，c、t、sh、r 等卷舌音，以及 n 语音等后鼻音会特别强调。而话音，譬如傻子与白痴的凌晨5点10分那句，今天要打哪儿晃，闹钟还没响。然而，单以口音判断，他听草东没有派对，并不觉得那有任何大陆腔成分。相较之下，青春大卫的舌头还比较卷。但后来听到老王乐队时，则惊讶他们是一组台湾乐队。有趣的是，傻子与白痴虽有部分大陆腔，但有些句子一听又能听出他们出身台湾地区。问题来了，若腔调上草东并没有上述大陆腔的明显特质，为何仍会有人认为他们有大陆腔呢？或许在口音之外，我们对于大陆腔另有某种感应条件在。老王乐队在2017年12月登上大团诞生的舞台，许多台湾乐迷留言说，在此前一直以为他们是大陆乐队。何万顺教授将40位学生被分成9组，
提供的背景选项有台湾地区、大陆、新马、美国，并设定有听过该曲的学生得回避讨论。实验结果，草东一致被认为是很台湾的地下乐队，老王乐队则被视作大陆西北来的乐队。傻子与白痴获得的意见较分歧，推测是大陆、新马、美国、台湾地区的都有。随着2017年草东没有派对在金曲奖后进入大众视野，环绕在大陆腔议题所展开的攻防中，已出现了一股不小的声音，尝试解构大陆腔的僵固想象。草东6月初的如常巡回台中站是他们复出后的首场演出，大批没有买到门票的歌迷在 Live House 一墙之隔的户外，伴着微弱的音乐声一起合唱。乐评人焦元溥也在 Harper's Bazaar 上的专栏咬字清晰错了吗？一文中提到，唱歌咬字清楚并不等于拥有大陆腔。他甚至举知名电视剧《琅琊榜》的主题曲《风起时》为例，进一步提出大陆歌手并不一定就有铿锵分明的腔调，大陆流行歌曲也不是只有一种咬字清晰的唱法。在台湾著名乐评人马世芳的电台节目《耳朵借我》上，马世芳与接生音乐频道总监小树聊到大陆腔时，小树提问道：你不会批评一组听音谣长大的乐队用英国腔唱歌，但为什么会对大陆腔有意见？马世芳呼应小树的论点，认为谁要用什么腔调唱都是自由，只怕你没有把那个语言掌握到位。在过去，许多写英文歌的台湾团语法都还不一定对，其实他不是在致敬或者掌握，而是在图个方便。另外，他也观察到，在大陆摇滚与民谣输入之后，确实有更多台湾乐队开始讲究歌词写作了。多多交流并非坏事，不需要过度的自大，也不需要过度的自卑。或许大陆腔之所以可以进入台湾青年摇滚、民谣创作者的世界，是因为台湾的摇滚、民谣创作在中文词曲演唱上早留有未被填补的缝隙。语文是一种工具，语文的选择会影响到音乐性。柯志豪说，许多传统戏剧在演出时都没有字幕，唱戏的为了要让底下听懂，必得行腔走韵，京剧的中州音湖广韵，歌仔戏的闽南语，都是依照语言延伸出来的音乐特色。